Again, to be clear, any attempt by Communist China to conquer Taiwan by force would result in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并接受调查，因为它破坏了我国的海底国际电缆，看似意外，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某个政党，也不是为了某个政治人物，而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园，为了我们台湾世世代代能自由的活下去。那我是刘玉溪，我目前是世新大学传管系副教授。那这一次呢，是身为福和会的监事，担任这一次联训的召集人。那我们福和会呢，我们秉持的是一个保守价值。现在呢，我们觉得民防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开始来筹办这一次的活动。灰色地带甚至战争的冲突之下，民防人员要扮演的一些角色，所以我们民防人员并不是直接参与战斗，我们是在冲突时期协助军警消，所以我们有医疗组，有收容所这一组，然后我们有那个机动巡逻这一组，然后也有前进小组，所以基于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大概有6组的人有这样的分工。我是一名学生，今年26岁。我在的单位是前进 RTF 小组 （Rescue Task Force） 前进救援派遣小组。我们平常在主要的任务目标跟职责就是做亲情搜救。第一线有通报有伤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先去做处理，或者是说在后备那边他们有伤员出现的时候，然后去跟他们做交接，然后以及帮他们做进一步的处置。大家好，我姓许啊，我住新北。那我所处的行业是制造业。我加入他们自训团的话，大概已经将近3年了。比较具体的技能，主要是急救方面的技能。类似的演训，其实我过往也有参加过的经验。其实每次的想法或者是冲击都很类似，就是说今天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能力有多么不足，以及各种的这种意外的状况，好，或者是说任务有多么的艰巨。这都是要实际的操作才能知道说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团里面，不管是哪一个团，每个人在这个不同的组织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那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不愿意放弃，然后不愿意被侵略的这个信念。这一位吗？对，没有2位，2位都是伤患。2位都是伤患。对。那错的，帮你找点伤的过来。那我在这次福和会的民防研训中，负责的是安全收容组的组长。那安全收容组，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在灾时或战时的时候，负责协助流离失所的民众，把他们安置到收容区，至少他们可以有一个暂时的庇护所。这个收容所它毕竟不是短时间可以马上组建起来，那你在组建收容所的同时，又有很多的情况要处理的话，那这个组建的速度就会没有预期的好。那我认为这个也是很有可能在真实状况发生的。那比较好的状况是，这个收容所安全收容所它是比较在后面的地方，它有时间可以去做这个规划。我是这次的机动组组长。我们机动组主要就是在每一组的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那我们会去做一个人力的增援。我们一开始预设是所有通讯、所有的联络都要过指挥部，那由指挥部下达是否执行这项动作，是指挥部要有对每一组的窗口做一个资讯的传递。我询问一下，你们那边没有东西可以盖，对不对？我在今天的活动担任的是指挥官的角色，在指挥
体系之下，一定有分很多专长，每个组，那每个组他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那偏偏是指挥官，他需要的是每一组他都要知道在干嘛，因为你必须下达指令，你是这一个体系的一个头脑。对，你如果挂掉了，底下的人可能会是乱的，你甚至你乱下指挥，可能就会有人员伤亡。咱拢是台湾人，咱食台湾的米，啉台湾的水，吸咱这空气，咱拢住在这，所以台湾对咱来讲，伊是咱的妈妈。你为什么无爱去做一个会使保护饲咱大汉的所在？来这边接伤患，1元，附近地形。好，去吧。一般的情况的话，会是指挥小组可能先从后备，或者说他们从民众那边接获到情况之后，然后把任务下达给我们的组长，然后我们的组长会再跟我们进行检讨，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事发地点在哪个地方，然后可能附近有没有什么威胁，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伤患。他们今天不管是发生任何的灾难，甚至是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接收到这个讯息的1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空间转换成是一个收容所，那可以保护好他们自己的伙伴、他们伙伴的家人，甚至行有余力的话，甚至可以照顾周边的一般民众，可能可以协助政府做物资的发放，做一个更好的支援。只有你有家伙，是不是？冷静哦，冷静哦，冷静哦。好，把东西放下，把东西放下。这一次活动我们强调的是无剧本。无剧本的意思不是没有剧本，而是参训人员实际上并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状况，而我们这边策划就是我们只有状况，然后由这些参训人员去做自己的指挥架构，从那个指挥所到各组别。从 RTF 小组或者是医疗站、灾民收容所、巡逻警戒等等之类的。好，来1、2、3。团员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救护技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救，或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一次的演训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是无剧本的。应该说，参训人员他们手上并没有拿到剧本，所以所有的情境呢，对他们来说都是突发的，然后他们要本身在情境中要去判断。那这些状况呢，其实是模拟了在灰色地带冲突或者是战争时候，一般民众会遇到的状况。所以可能在过去资讯团的医疗组可能都在处理战伤，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把它扩展到有很多一般人民的伤害，那可能有中暑。那可能在收容所里面突然恐慌症发作，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冲突有可能是一个全社会的，那所以我们的民防人员就更要处理更复杂的一般民众在这些冲突之下会遇到种种状况。那我会说，你的命运在你手上，当你决定要为他去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你的行动。我想要给台湾人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愿意付出的凡人。反侵略、民主价值、共同体、自由、民主、信念、韧性和自由、充气、热情跟团结、当责、自由还有韧性。这次参训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我们为了备战，我们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不管在急救、防灾或者是体能上，在资讯上中做了很多的训练，为了就是保卫我们这块热爱的土地。